头脑中心的运作就很像是任务系统，空白的人一旦运作不正确时，就容易在任务清单里承接太多没有必要做的任务，不自觉地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处理。大家好，我是东轩，我是一名国际人类图学校 IHDS 认证的人类图分析师。这支影片我想用玩游戏的概念来介绍人类图9大中心的头脑中心。头脑中心位于整张图正上方的正三角形，有定义的人会呈现黄色，未定义的人则呈现空白开放的状态。头脑中心是一个压力中心，代表了推动着人去思考的压力。有定义的人呢，会用相对固定的模式去思考事物，也容易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之中。会从自己思考的过程中获得独特的灵感与启发，并促使着群体发展智力与思想哲学等等。而空白开放的人相对没有固定的思考模式，透过在不同的环境与不同人的接触之中，启动各种思考方式或获得各种灵感。但也因为头脑中心是在与他人接触的过程中被启动，当运作不正确时，就容易被他人的思考模式牵着鼻子走，或不自觉地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处理。但同样一个重点，有颜色或开放代表的只是运作的机制不同，没有绝对的好或者坏。大家在玩 RPG 游戏的时候，应该都会有接任务的经验吧？在游戏中找到特定角色，他会告诉你一个情境需要你协助，一旦触发了，就会在你的任务清单中新增一条任务。我觉得头脑中心的运作就很像是游戏中的任务系统。头脑中心有颜色定义的人，他们时常处于思考的压力之中，脑中的任务清单不需要向外接任务，就会不断自动增生，压力就会扩散出去，新增到其他人，尤其是头脑中心空白者的任务清单里，并在这个过程中协助他人重新聚焦或启动不同的思考模式。而相反的，头脑中心空白的人，则是透过与不同的人事物互动来触发各种任务，并从中获取灵感与启发。然而，当头脑中心有颜色定义的人运作不正确时，很容易过度聚焦在自己的任务清单上，也就是只能用单一的思考模式来面对所有事情，进而变得僵化，无法变通。而头脑中心空白的人，一旦运作不正确时，就容易在任务清单里承接太多自己根本不想做或是没有必要做的任务，并且不自觉地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处理。用游戏来举例子，一个头脑中心空白的人在新手村门口遇见一个老婆婆，婆婆委托他一个新手日常任务，把重要的信件送到隔壁村庄，获得1块金币。在游戏一开始，1块金币是很棒的报酬，接下这个简单的任务对新手来说是很好的选择。然而，当头脑中心空白的人运作不正确时，就会不自觉地把别人的委托当成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最后变成每天把重要信件送到隔壁村庄是我应该做的事情。等级15的时候，接下跑腿的小任务很正常，但若是你已经修炼到了100级，仍然分不清楚轻重缓急，每天都被这些琐碎的日常任务绊住，耗费了太多心力在处理别人的请托，反而会耽误了对自己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但当一个人开始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处理时，容易因为当局者迷而很难自我察觉。所以好好认识自己的人类图，其实也是一种重新检视自己的方式。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处理的倾向，是空白头脑中心的一种反射作用，但这不代表这些事情真的是你的责任，但也千万别误会成我鼓励你不去帮助别人。我想说的是，对头脑中心空白的朋友而言，今天有人把困扰告诉你，寻求你的协助时，你第一时间容易不自觉地把别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想去处理。能够先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倾向，其实就是认识自己的一大步哦。接着，每当你决定要去帮助他人解决问题时，反问自己，我是因为他的困扰就好像是我的困扰一样，我必须要赶快帮他解决。又或者，我知道这是他的困扰而不是我的困扰，但我在评估之后觉得自己有精力能协助他。这两者就结果论而言都是一样的，你帮助了他人，但在思考脉络上这个小小的转念
其实就是人类图中常说到的觉醒，以及所谓的找到和自己运作机制的相处方式。每个人对自己运作模式的感受也会因为个别图中的细节不同而有所不同。我只是用最基础的概念大致譬喻了头脑中心的运作模式。想要好好认识自己的人类图，建议做一次专业的个人解读，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目前有提供专业的人类图解读服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 Facebook 粉丝专页或加入 LINE 的官方账号询问细节。影片下方会附上 IHDS 认证分析师清单以及其他补充资料。下集我们来聊聊人类图9大能量中心，头顶中央第2个倒三角形，承接了头脑中心所有压力的阿吉纳中心。喜欢这些内容的朋友，欢迎订阅追踪，我们下期再见，谢谢。